各位朋友，近年来呢，西方的这些专家们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到底他想干什么？中国几乎占了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现在奔着40%去了。而且呢，中国解放军现在的这个装备呢，更新迭代的速度，是吧？这个6代机一批一批的都出来了，可是呢，从来没有打过第一枪，这些年一直厉兵秣马。中国准备干嘛呀？这是最近呢，翻了几份欧洲智库的对华评估，有个感受啊，他们终于开始严肃地讨论一个被忽略多年的问题了：中国人脑子里的那张最坏的剧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过去他们一直以为啊，北京呢会复刻莫斯科的老路，迟早要拉一个东方华约出来跟西方对象。可是呢，他们等了20多年等不到，然后他们换了一种解释，说中国在搞经济版的冷战，要用人民币、用产业链替代美元的秩序。又过了几年，发现这套也不完全对啊，直到最近一些研究者才隐约摸到一点门道。中国压根儿没在准备集团对集团的较量，因为中国是不结盟国家，跟谁也不抱团。中国准备的是另一种东西，说一个人站在场子中间，对面是黑压压的一片啊！中国骄傲地指着这些人说，在座的诸位都是垃圾。这件事呢，如果只看军事呢，他们觉得会看偏啊，他觉得这其实是中国的一种世界观，甚在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国运的选择里，你不妨倒过来问，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心理底色呀？是一个人要干翻全世界的生死局。答案不在战场，在记忆里。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中国所有的重大的对外的冲突，几乎没有一次是有人帮忙的。该签的不平等条约一份没少，该割的地一寸没保住。所谓的友邦在关键时刻不是站在对面一块来瓜分你，就是默默的后退一步。这种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中国的潜意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更加直白，先是被一个阵营封锁，后来又被另一个阵营敌视。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和美帝国主义啊，两头不靠的那些年，中国在隔壁摊上自己捣鼓出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那段历史现在被叫做两弹一星，听上去像是励志的故事，但当年的本质是一句更朴素的话：没人帮你，没人送你，只能自己造。这句话后来变成了中国的战略基因。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但内核里那条线从来就没断过。北斗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搞啊？大飞机为什么要从 C909 一路啃到 C929 啊？航母为什么从瓦格良改装一路硬扛到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呀？光刻机被卡之后，为什么宁愿慢也要从28纳米1纳米1纳米的往下啃呢？外人看着觉得是重复建设，中国人心里边门清，这叫留后手。留给谁呀？留给那个一对所有的极端时刻。这套思路和西方的安全逻辑的差异非常大呀。西方的安全是它的感觉建立到网上，北约是网，五眼联盟是网，G7是网，
AUKUS 是网每张网的承诺都写在条约里，所谓的集体防御本质是把风险分摊出去，而中国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柱上，产业是柱，能源是柱，粮食是柱，军工是柱，每根柱子都要能够单独承重，因为压力来的时候没有别的柱子会替中国扛。网形结构在顺风时更省力，柱形结构在逆风时更耐操。这就是为什么这2年每当外部的压力一上来，西方阵营内部就开始互相算账。欧洲埋怨美国的能源价格，韩国埋怨日本的出口管制，菲律宾埋怨美军的支援节奏，而中国这边呢，无论你关税怎么加，芯片怎么进舆论怎么围堵，节奏几乎就没乱过。这不是国民性的差异，是结构差异。到2026年这个节点，几条线索你拼在一起看川普的第2任期已经过了1年多了，他的关税大棒挥得比谁都狠，连传统的盟友都没放过，对吗？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被轮流打过，最重的确实落在了中国头上。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被打的中国出口反而在结构上更结实了。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的份额持续上升，对美国的依赖度反倒是下降。这就是柱形结构的好处。你再看科技，美国对华的芯片管制从2022年开始层层加码，到现在已经迭代了不知道多少版。结果是什么呀？华为带着自研芯片 Mate 和 Pro 系列回到了高端市场，国产的 EDA 工具开始有人用，存储封测设备的各个环节都冒出能打的公司，封锁没能够把中国按死，反倒是把中国的半导体自主率往上推了一大截。这事儿西方自己也在反思。最近几份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报告开始用反向加速这个词儿来形容对华制裁的副作用，说白了就是他们越想卡，中国呢就越快补上了。军事层面咱就不展开说，只说一个观察火箭军、海军、空军这几年的列装节奏明显是奔着区域拒止加远程威慑2条腿走的，前者保边界，后者保底线。台湾地区方向，解放军的军机、军舰常态化的巡航已经把第一岛链这个概念在事实层面瓦解掉了。南海方向，岛礁体系、海警执法、渔业管控形成了3位一体的存在。中印边境基础设施的推进速度比印度快了至少几个段位，这些动作背后是同一种思路，不靠盟友，不等支援，不留指望。很多人误读了这种思路，以为是好战，其实正相反。真正爱打仗的国家是那种相信我打赢了一定有人帮我擦屁股的国家。历史上欧洲的几次大战都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可一个把没有人会帮我刻在脑子里的国家，反而是最不愿意打仗的，因为每一分代价都得自己扛，每一滴血都得自己付。所以一对所有的心理预设本质是一道防战的栅栏，不是开战令。他逼着这个东方大国把所有的功夫下在了战前，基建、产业、科技、储备、人才、制度，把这些做扎实了，对手算来算去发现没有便宜可占，仗自然也就打不起来了。这才是中国战略文化里最不容易被外人理解的部分。西方人习惯把威慑理解成打给你看，中国人理解的威慑是让你不敢算这笔账。前者靠肌肉，后者靠耐力，前者打的是回合制，后者熬的是长周期。所以你能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当有西方政客喊出对华强硬的口号，市场和资本却越来越不买账，因为务实的人心里边清楚，把跟一个
把最坏情况提前预演了几十年的对手硬碰硬，其实胜算并不高啊。到这里，咱们说的那个问题就有答案了。西方人为什么是突然发现呢？因为他们一直在用错的模型解读中国。他们假设中国会按结盟的逻辑出牌，按集团对抗的逻辑布局，按危机谈判的逻辑施压，等这些假设一个个落空，才不得不回头重读新的一遍中国的近代史。读完之后，他们也只能承认，这套一对所有的心理结构不是哪个智囊设计出来的，是被100多年的血泪硬刻进中国人的基因里边的。短时间内它不会变，也改变不了。对外界来说，看懂这一点比讨论谁强谁弱更重要，因为只有看懂了，才不会高估施压的效果，也不会低估反弹的烈度。当然了，这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这套底层逻辑也提醒一件事儿，所谓的崛起不是别人让出位置，而是自己把每一块短板补到能够独立承重。朋友可以有，伙伴可以多，但真正能站在风暴里纹丝不动的，永远是自己脚下的那块地基。棋盘很大，对手很多，但中国从落第一颗子开始，算的就是单机通关那张世界地图。别惹中国。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